大家好，王语嫣担任山东省委副书记。王语嫣明显和李克强有很多的交集啊。李克强亲自提拔的王语嫣担任副局级。那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蔡奇又现身了，张又侠代理军委主席，主持中国的军委工作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何卫东和苗华长期不出现呢，到底是被抓了，还是和蔡奇一样控制使用呢？由于中共的黑箱政治啊，不好说啊，就是处于这么一个不上不下的状态，那时不时的出来表演一下。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于涛是黑社会，于涛的后台会不会是栗战书和习仲勋的秘书曹志斌呢？习仲勋的秘书曹志斌呢，曾经担任黑龙江省委副秘书长。那这是不是要抓栗战书给习近平背锅的节奏呢？先看王语嫣啊，首先呢，王语嫣现在是58岁。那本来还有2年就60岁副部级退休了，但是省委副书记和中将一样呢，都是63岁退休，等于王语嫣升任山东省委副书记，一下子就把他的退休年龄延长了3年。正常情况下呢，现在还有5年退休，那正部级是65岁退休，等于再延长2年。其实正部级都是退而不休啊，还要去人大或者政协再干5年，70岁退休。那王语嫣现在还有5年退休，未来5年呢，王语嫣升任省长呢，或者中国国务院的某个部长的可能性啊，几乎是99%啊，等于王语嫣本来还有2年退休。那现在算上人大或者政协，一下子变成了还有12年的政治生涯。那本来要退休了，现在一下子又是有政治前途了。李克强从1998年7月从共青团中央到河南省担任省长，2002年升任河南省委书记，2004年12月从河南去辽宁。那前后后呢，李克强在河南待了6年。李克强在河南期间呢，2003年3月37岁的王语嫣从副处长升任河南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政策处的处长。2003年10月呢，升任副局级，担任河南省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副主任。当时的河南省长是李成玉，李成玉呢是陈云习近平派系的。那王语嫣第一次提拔副局级，为什么是李克强提拔的，就不能是习近平派系的李成玉提拔的呢？因为现在王语嫣已经升任了省委副书记啊，大概率是要升任正部级啊。那李成玉他不过是一个省长，那省长在任的时候，当权的时候都不能提拔省委副书记，就更不用说退休之后了。中国一共只有31个省委副书记，他只有总书记或者总理才能提拔。这个王语嫣是符合正部级的35岁定律的。王语嫣35岁之前呢，认识了李克强，所以他到了58岁才能升任省委副书记。就为什么就不能是李成玉他介绍给习近平的呢？直接认识和间接认识，他肯定是差点意思啊。王语嫣他就直接在李克强的手下工作了，习近平他就不在这个时间和空间里面呢。当年还一起提拔了41个副厅级官员啊，还有人矫情这个副局级和副厅级，这不都是一个东西吗？这2个名字而已。就是有人喜欢抬杠啊，以前军队的师长啊、副师长就相当于地方的地级市啊，副局级、副厅级、副地级，地级市都是一个东西啊。2003年10月17日，
河南省公开选拔厅级领导干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透过河南报业网将公开选拔的41名副厅级和高校校级领导干部拟任职务公示如下：王语燕（女）现任职务河南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政策处处长，拟任职务呢河南省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委员。那任职理由呢是熟悉工业经济，改善班子结构。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就是李克强啊。王语燕是一名女性，而且这么大岁数啊，58岁，马上就副部级，60岁退休啊，这也侧面证明王语燕她不是习近平派系的官员。那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女性的职业天花板啊。王语燕呢和广西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和澳门中联办副主任严之婵呢，这些非习近平派系的官员呢都是女性。因为女性有不能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职业天花板呢，这习近平他千方百计的阻挠李克强提拔自己派系的官员呢，那实在没办法了，就让李克强提拔一个女性官员，将来不能进常委啊，习近平才放心啊，多多少少是有这个因素在里面的。那如果简化模型的话，只有总书记或者总理才能提拔省委副书记。那现在王语燕要么是总书记习近平提拔的，要么是总理李强提拔的，不用考虑别人啊。总书记和总理就能解释80%的情况。那现在如果王语燕是习近平提拔的，习近平他为什么要提拔李克强的官员呢？习近平被李克强附身了吗？如果王语燕是李强提拔的，那李强他提拔李克强的官员，这是几个意思啊？李强他难道背叛了习近平吗？不用考虑别人啊，蔡奇就是一个小马仔，他什么都决定不了啊。省委副书记肯定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那总书记和总理不同意，这能通过吗？就这两个人，只有这两个人能提拔王语燕，不是习近平就是李强啊，除非李强他背后还有别的老板在决定这个事情啊。2006年12月呢，40岁的王语燕担任河南省周口市的副市长啊，其实这个也算不上提拔，这就是个平调。河南省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和周口市的副市长都是副局级。那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是徐光春，河南省长是李成玉，那河南省的副书记是陈全国。那徐光春是江泽民派系的，李成玉是习近平派系的，陈全国大佐啊是李克强派系的，就一直有3个派系啊。陈全国大佐应该就是李克强派系的吧，一直有这样的说法呢。但是呢，没有人深挖陈全国为什么是李克强的人呢？那首先呢，李克强去河南他是有原因的，肯定是因为河南本来就有李克强派系的官员才会这样安排李克强去河南呢。李克强前面的省委书记马忠臣啊，就是赵紫阳的人。马忠臣原来是山东泰安的地委书记，那赵紫阳的1号或者2号亲信田纪云呢，就是山东泰安人，万里也是山东泰安人。马忠臣是被陈云、李鹏的亲信江春云从山东挤兑走的，去了河南。那当时的山东省长赵志浩啊是3把手，马忠臣副书记是2把手啊，这有点奇葩啊。一般省长都是2把手，哪里有3把手的省长？就是挖空心思不让马忠臣在山东当省长啊。江春云和金仁庆、张玉军他死在同一天，金仁庆是朱镕基的铁杆马仔啊，就是朱镕基支持了习近平终身连任。那陈全国大佐啊，他是河南省驻马店地委书记王德正的秘书啊，这是1980年代留下的资料不多，我们找一下资料啊。1966年，杨贵被打成走资派，撤职批斗，躲到北京求助记者，引起周恩来重视，得以重新掌权。1977年，雷庆祥发现
临县印发一个有批评邓小平内容的小册子，那于是就向上举报。1978年呢，由中央省市组成的3级工作组到达临县清查3种人，由此展开了由于王德正、雷庆祥不遗余力的揭批杨贵、揭批红旗渠，在临县形成极不正常的情况。这是毛左说的，谁赞扬红旗渠就是为杨贵翻案，谁宣传红旗渠就是为杨贵树碑立传。根据这一段描述呢，杨贵他就是周恩来的马仔啊，也就是说杨贵他是习近平派系的，而王德正和雷庆祥呢就是杨贵的政敌，就是王德正和雷庆祥是习近平的政治对手啊，而陈全国大佐啊他是王德正的秘书，因此陈全国大佐他肯定不是习近平派系的。2011年12月，45岁的王宇燕担任河南省济源市的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那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是卢展公，省长是郭耕茂，省委副书记是邓凯啊。这一步是谁提拔的王宇燕呢？提拔成正局级也挺关键的，我不知道啊。因为这卢展公和郭耕茂应该都是习近平派系的，这个副书记邓凯是不是就是李克强派系的？没有细研究啊。到了2015年2月呢，49岁的王宇燕担任河南省济源市委书记，这一步就比较清晰了。当时的河南省长谢伏瞻，大家都说的是温家宝的智囊嘛，温家宝的亲信。那济源市发生了一件市委书记张占伟打市长石英军的秘书翟伟栋耳光的事件呢，这和薄熙来一个爱好啊。我们看一下张占伟和石英军的派系背景啊。首先是张占伟，2001年2月呢，38岁的张占伟担任河南省纪委研究室主任。2003年2月呢，40岁的张占伟担任河南省纪委驻省交通厅纪检组组长。厅党组成员呢，当时的河南省纪委书记是李清林。李清林是黑龙江的官员呢，很难说和习近平没有关系啊。那栗战书就是习近平的铁杆马仔，是黑龙江的官员。习仲勋的秘书曹志斌曾经是黑龙江省委副秘书长啊。彭丽媛、罗健、马兴瑞的哈尔滨帮啊，都是黑龙江的。曾经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哈尔滨公安局副局长、副厅级官员，竟然是黑社会老大。近日，鸡西市公安打掉了以于涛为首的黑社会集团啊，现在向社会征集该集团的犯罪线索。警方公布的照片中，于涛排在首位啊。大家想想这个鸡西市是哪位的出身？这个鸡西市啊，就可以想象着他的派系是什么。让我猜一下，哈尔滨公安局副局长、副厅级官员于涛的后台啊，就是栗战书。栗战书的后台就是习近平。中国最大的黑社会头目就是习包子。习近平他爸习仲勋的大秘曹志斌呢，曾经是黑龙江省委副秘书长。那习近平的马仔张占伟打了石英军的秘书翟伟栋一个耳光。我们看一下石英军的派系背景啊。1997年10月到2002年6月，石英军在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工作期间，李克强正是河南的省长啊。石英军他是不是就是李克强的秘书啊？不知道，但是石英军很明显是李克强的直接下属。石英军在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工作了4年啊，期间李克强正是河南省长，所以整个事件的解读就是习近平的马仔张振伟打了李克强的下属石英军的秘书一个耳光啊。这个事件是发生在2021年的1月啊。李克强是死在2023年的10月，也就是说在李克强死之前2年多之前呢，2021年
习近平已经对李克强动了杀机呀。习近平指使张占伟打了李克强的秘书石英军的秘书一个耳光。习近平这个杀人动机已经有啊，如果习近平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的话，那肯定是重要的凶杀案嫌疑人呐，肯定就要刑事拘留啊，要讯问一下他动机啊。王宇燕，李克强提拔，亲自提拔的，错不了啊。至于习近平和李强为什么现在愿意提拔王宇燕啊，就看你想选择相信哪个版本的说法了。北京市副市长高鹏啊，是李长春的马仔。大外宣他为了给习近平洗地啊，是无所不用其极。你上海官员说成江泽民的人也就算了，我就忍了。这个李长春和上海有过1毛钱的关系吗？李长春是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郭峰提拔的，这是李长春自己亲口说的。李长春是怕别人误会他和李克强有什么关系啊？李长春和李克强虽然都是辽宁省的官员，但是2个人没有关系啊。那当年东北局主要就是5个书记啊，林彪是书记，罗荣桓、高岗、陈云是副书记，高岗兼任秘书长，那高岗就是林彪的大秘。那还有一个彭真调离了东北局。文革之后呢，这5个人活下来的只有陈云和彭真。那郭峰是高岗的五虎上将。那文革之后谁提拔的郭峰呢？反正不是陈云就是彭真，没有别人啊。李长春他就是陈云的马仔，和习近平是一个派系的。我们先看北京市副市长高鹏啊，担任顺义区委书记的时候呢，他前面的那个顺义区委书记王刚啊，2000年1月至2001年2月，王刚历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办公室副处级秘书、正处级秘书。那当时北京市委的组织部长是于军波，于军波就是李长春的马仔啊。2014年12月1日出版的李长春回忆录《辽沈大地改革潮》专门有一章就叫做以改革和艰苦创业精神组建好锦西市。1989年7月30日啊，那可见组建锦西市，那现在叫做葫芦岛市，就是当时的省长李长春主抓的。锦州市呢，葫芦岛市第1任市委书记于军波啊，就是李长春的铁杆马仔，这些都是李长春亲口说的。李长春自己亲口说的，与中央一些理性领导人，就是李克强啊，只是工作关系。那这些人呢，都是海城帮。于军波是辽宁省的大城市鞍山市的海城人。所以这赵本山是什么派系的？这不都在这里吗？赵本山为什么支持薄熙来唱红打黑？那习近平、薄熙来、李长春是一家人。王岐山的秘书董洪，他就是薄一波的秘书啊。大外宣你再洗地，说是习近平现在和王岐山翻脸了，那18大的时候，习近平也不可能和王岐山翻脸啊。这习近平、薄熙来、李长春、王岐山都是一家人，都是陈云派系的。这薄一波就是陈云的马仔啊。那北京市副市长高鹏，他是辽宁省丹东市的凤城市人，他不是海城人。但是呢，高鹏的上级王浩他就是海城人啊。王浩现在是北京市委的副秘书长，正局级啊，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抓王浩啊。2005年2月至2007年10月，33岁的高鹏担任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融资建设部经理呢，这个公司简称京投公司的。当时的总经理是谁啊？就是这个王浩。就是说北京地铁4号线京港地铁呢，是李长春家的生意，是习近平家的生意。这大外宣他为了给习近平洗地啊，故意把李长春说成是江派的。就李长春那工作经历，他和江泽民1分钱关系也没有啊。李长春也没去过上海，怎么就能扯成江派？我就纳了闷了。王浩他后来是首创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啊。王浩接替的正是刘晓光啊，所以刘晓光和王浩
都是习近平的马仔，这不就是郭文贵都出来了吗？郭文贵是哪个派系的，不就很清楚了吗？那因为李长春是高岗的五虎上将，郭峰提拔的，那所以如果说李长春是林彪的马仔，习近平就是林彪的马仔啊，也没错。当年就是毛泽东他指使陈云，让陈云去游说高岗，那反对刘少奇。那后来毛泽东发现这个时机不对啊，上屋抽梯，自己先撤了，把这高岗就撂那儿啊。后来文革就是重演了一遍，就是毛泽东他要拉拢周恩来，打压刘少奇呀。所以我说林彪他就是周恩来的马仔，不是毛泽东的马仔，还有人还不相信呢。那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被毛泽东弄死了；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被毛泽东弄死了。那为什么毛泽东他不把华国锋弄死呢？如果当时的接班人不是林彪，而是毛岸英的话，毛泽东会不会把毛岸英弄死？这不是很明显吗？弄死了就说明他不是接班人，真正的接班人怎么会弄死呢？林彪他是周恩来的接班人，毛泽东为了拉拢周恩来，打压刘少奇，才假装把林彪设定为接班人，后来不就弄死了吗？就我找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证据啊，1971年9月13日早晨，就是913事件那个早晨啊，张发云他是空政秘书处的处长，江腾蛟的秘书，夜里他没睡好啊，昏昏沉沉的到办公大楼上班。他发现楼前停着很多车，有的车挂着陆军牌照，办公室人来人往，乱糟糟的。李瑞昌呢是空政干部部的部长，瘸着腿对他说跑飞机了，上面有粥。这张发云以为是周恩来，没想到是周宇驰啊。这张发云根本就没想到是林彪跑了，他以为是周恩来跑了，不是林彪要干毛泽东，是周恩来呀。林彪就是周恩来的小马仔。好的，谢谢大家。